大家好，这不是人间秘境哈。有看过这影片位置的观众朋友应该不多啦。这是当初拍摄影片的起点哈，大概前100个订阅观众才比较有机会知道。由于时常看狗会钻进去哈，就让故事的原点再次重现了。整理环境一开始呢，得建立破口进行突破哈。突破后呢，看到的原始景象呢，个人着实也吓了一跳。这是当初一开始种植百香果的位置啊，也才有了蝴蝶效应，会看到后续的影片啊。而这个位置地势比较低哈，墙外又有河道经过了，以至于呢杂草生长的速度一阵子没有关注，就变成这样了。累积了不少的种植环境整理经验后呢，觉得可以再次挑战看看哈。在整理环境时呢，要快速进入状况哈，最重要的不是除草了，而是要有空间收纳这些拔起的杂草了。庆幸这是在乡下，还可以用燃烧的方式哈，不然难度会更高，速度也会更慢许多了。有时候呢，使用燃烧的方式真的是逼不得已啊，不然这不使用燃烧的方法呢，真的很难想出简单的办法了。相信很多人呢，也会面临逼不得已得使用燃烧的方式啊。也因为如此呢，才会想再开发一个对环境影响更低的燃烧方法了。但是还是得提醒用火安全还是要优先注意啦。因为这里的地势比较低又有河道经过了，只要在内部挖一个比河道低的洞穴呢，水自然就会利用毛细现象不断的填满水了啦。除草后呢，其实又遇到了一个麻烦这里的日照偏低啊，阴湿的位置呢，要把杂草晒干很花时间啊。所以每清理一点呢，就又得花时间进行曝晒等待了。至于这些长出的杂树呢，动用柴刀处理时理清楚可以拔就拔，不能拔的话就先把它踩歪啦，先让它断根后，日后再进行拔除砍了几棵树之后呢，似乎就看到光明了。不过高兴之余呢，先来看一下这墙边与墙外的状况。这墙边的巷道直接泼冷水啊，别高兴得太早。这条巷道往前呢，至少还有10几公尺啊。至于墙外的溪地种植方式呢，算是蛮有智慧的啦，直接在菜床上铺上砖头这样就可以不用将菜床进行分割啊。要踩进去收菜或是除草呢，都是可以克服误踩菜床的事情发生清除了大型物件后呢，这块湿地的活性真的非常好只要几天不见呢，杂草又快速长了一堆了。这里的土壤不但非常肥沃之外呢，连地底下都还有不同品种的蚯蚓经过物竞天择后呢，这里多了比较适合阴湿环境的品种长得非常细小只要一见到光呢，就开始用跳的个人猜想可能是见到光导致它的皮肤刺痛才会出现这种活力的现象后面影片刚好有拍到，再顺道分享一下一开始的做法只是将拔除的杂草呢，直接进行堆叠在一起让它慢慢晒干再思考如何改善。顺道清出一块干净的净土先研究一下找多久又会长出来急事缓办呢，会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直到这一天呢，见识到堆草槽与槽内土壤的效果又如片头所提及的有容纳拔起杂草的空间呢，才容易加速整理种植的环境目前很多位置也都开始尝试堆草槽的设置思考工序后呢，觉得这块菜地预期30分钟就可以整理出来。不过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整理好之后呢，发现花了快1个半小时
不过成效就算没办法得到佳作也算是杰作了。毕竟呢，这还保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呐。通常堆肥槽或是堆草槽都会设置在种植空间的角落，这样是从种植角度思考可以让种植环境更为舒服啦。但就效率而言呢，个人尝试摆在种植区的中间后呢，对于清除杂草的效率可以提高非常多了。目前要清除整理的不只是瓦片围出菜床内的杂草左右两侧外围的种植环境呢，若是也要进行整理将堆草槽设置在中央呢，一样会更为理想至于若觉得这样会浪费空间，如果退一步想呢，已经比闲置好很多了而且这后续还可以有新的发展有兴趣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吧。刚才在右侧清出干净的空间呢，是要来堆放堆草槽挖出的土壤堆草槽必须往下挖深来增加堆放杂草的空间另外，由于这个位置呢，在冬季要使用晒干、燃烧的方式并不可行太阳轨迹偏离得非常严重直射的日照时间变得非常短必须增加堆置的空间来预留日后拔除杂草堆放的空间另外呢，此处有多种品种的蚯蚓堆置起来腐烂过程呢，也可充当蚯蚓的食物而挖土的过程呢，得先将土表的杂草先进行分离尽量将杂草集中在一处可以省掉分离杂草的额外时间现在看到的粗肥蚯蚓品种呢，刚好提醒堆草槽可往引粪槽规划的可能目前已经挖出的一小块凹槽呢，可以容纳杂草了修整菜床的方式呢，改变一下会比较容易开始可以让附近的杂草或是不好清除带有草籽的杂土呢，往凹槽堆了，这样清除一旁土表或是杂草的效率就可以提升了。清掉土表杂草的位置呢，就可以继续将土挖到一旁了。这样的工序虽然很简单但是提高不少的效率后续就会更发现将堆草槽摆在中间的好处菜床左侧收拾的方式就跟右侧一样如果堆草槽的空间很大呢，就可以偷懒且更为快速的方法将杂草与土表的土壤呢，直接用锄头往堆草槽刨进去简单清理完之后呢，刚好可以见识一下会跳的蚯蚓这种蚯蚓的品种比较细若是刚好是食量很大的蚯蚓呢，堆草槽的大量杂草就直接多了好帮手了。接下来进入种植环境的最后修整了，先求有再求好先把菜床外围的杂草也简单清理一下，这样可以让种植空间分离出来，也方便人好活动的空间而堆草槽设置在中间的好处呢，马上就可以看到两侧拔起的杂草呢，就可以轻松直接丢进堆草槽里不需要多走几步也可以节省不少时间日后外侧两边的杂草呢，清除时也不用怕没有空间堆放接着进入最后的修整因为打算只从菜床两侧进行种植或采收不想踩进去的话呢，两侧菜床的宽度不宜过宽手伸长可及的宽度就好了。由于这土壤比较湿黏成块的土壤要进行敲碎呢，得等它干燥不想等待的话呢，就可以把成块的土壤拿来隔离中间的堆草槽了。这样可以增加堆草槽的容量外呢，也可以保留使用燃烧处理的方式本部影片不但将环境整理经验整合
也多了一块可以延长种植不耐热作物的空间谢谢收看。